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最高法院将社交媒体巨头 Facebook、YouTube 和 TikTok 的言论自由案件发回下级法院，暂时赋予他们胜利。但该裁决并未解决各州能否剥夺社交媒体公司单方面屏蔽用户或移除表达特定观点的帖子的权利。让我们关注特拉华州法官驳回制药商就 Zantac 癌症诉讼上诉的请求，意味着制药商必须直接向特拉华州最高法院申请上诉许可。下一条，英国脱欧后，特朗普声称自己是脱欧先生，支持脱欧运动中的民族主义和反移民情绪，并将其纳入其美国优先政策。然而，脱欧现被视为失败，导致英国经济停滞。大多数英国人现在后悔脱欧。特朗普仍然坚持脱欧立场，若连任，将实施更多贸易壁垒和移民限制。下一条，美国运通收购餐馆定位应用 Talk， 为持卡人提供优先预订权，并可获得独家优惠和活动。接下来，拜登政府启动一项培养美国计算机芯片劳动力的计划，以避免劳动力短缺对国内半导体生产的威胁。该计划将使用联邦政府为新建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预留的5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部分。下一条，互联网媒体巨头 IAC 正在探索收购派拉蒙全球公司的可能性，目前谈判进展尚不清楚。接下来这条，路易斯安那州联邦法官叫停拜登暂停天然气出口许可的行政令。气候活动人士认为该行政令有利于化石燃料的持续使用，能源部门对裁决表示反对，正在评估下一步行动。尽管法院命令立即生效，但短期内实际影响可能很小，因为能源部门仍在逐案审查新出口许可申请。接下来，菲律宾寻求西方投资以进一步开发其镍储备，以取代由中国主导的关键电池金属供应链。下一条，美元对日元触及近38年高位，因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投资者预期唐纳德·特朗普可能再次当选。欧元保持强势，因法国竞争政党联手阻止极右翼国民联盟上台。亚洲股市总体表现不一，原油在上一交易日大幅上涨后小幅走高。让我们关注一名路易斯安那州法官裁定，拜登政府不能在联邦法院审理16个共和党领导的州提起的法律挑战时，推迟考虑旨在出口液化天然气的项目。接下来这条，澳大利亚央行认为有必要保持警惕通胀上行风险，尽管上月已将利率维持在12年高位，因为近期数据不足以改变其通胀预期。接下来，日本金融股涨势带动日本股市上涨，东京证券交易所普涨指数接近历史高位，因压住央行加息，日本银行和保险股成为东证指大涨的主要推动力。最后这条是，中国房地产股上涨，因6月销售降幅收窄，恒生内地地产指数上涨 3.5%， 受政府支持措施和销售改善提振。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